我问弘济善堂究竟在哪里，阿吴说，弘济善堂是没有招牌的，占据了整个中国银行虹口分行原址。按北四川路向来是虹口广东人居住的区域，除了邮政总局之外，最高一幢房子就是中国银行虹口分行。这座大楼有7层高，因为是深黄色的面砖，望上去很是富丽堂皇。本来下面2、3层是银行，上层是高等公寓，最高层是一个俱乐部。战前我曾到这俱乐部饮过咖啡。一会儿，车子一开到这座大楼门前，门前站着2个日本宪兵，顿时使我心中感到不安。谁知这2个宪兵突然大喝一声，举枪致敬，这样一来，更使我觉得战战兢兢，有深入虎穴之感。下车后，阿吴就和2个日本军人抢先引导我进入一架电梯，见到又有好多彪形大汉在周围保护着。电梯直上7楼，举目一望，就是那俱乐部原址，只是完全换了日本式的装饰，地上铺的是榻榻米，来宾要脱鞋才可以入内。我脱鞋进入玄关，按日本式大门，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客厅，中央放着一只矮机，机上置有一个红漆木架，架上横放着2把极精致的日本军刀，看上去军刀的柄是用珠钻玉石镶成的，比普通军刀短，实在可以说是2把剑。2个军人进入客厅，向着这2把剑肃立致敬，并且2度鞠躬而退。我见了这种情况，心中在想，普通人家无非供的是神像、佛像或祖宗神位，才要鞠躬致敬，何以这2个军人见了这2把剑要做此状态？后来从别人口中才知道，这件是日本皇室所赐，所以有此隆重仪式。那时这个俱乐部已经改为一间间的日本式雅室，阿吴领我走进一间雅室坐下，不一会儿，盛文仪就传令请见。他的办公室是最大的一间，在最里面的一角，室中一切陈设极为雅致。不过有一点很不顺眼的，就是在中央放着一张红木做的大烟榻，盛文仪正在抽烟，见了我就放下烟枪和我握手，说：“仁兄，好多年不见了。”说罢，便拉着我横卧在他的对面。他抽完一桶烟，对我说：“仁兄，你难道还在做医生摸小铜田吗？这种职业，吃不饱饿不煞，一生一世不会出头的，要不要来帮帮我的忙？发财的机会，人家抢都抢不到。我因为和你是老朋友，特地照顾你，已经替你考虑好了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除了看病之外，做生意一窍不通，恐怕有负雅意。”盛文仪又说：“你不要说这种寒酸的话，老实告诉你，我现在包销全国烟土，常在北平，到上海来不过耽搁几天。上海区有3个分销站，沪西区成绩最好，南市区也不差，唯有闸北区没有人负责，生意打不开。我想来想去，该交给一个老朋友去做监督，因此想到你，你只要看看账，应酬应酬，一切实际工作都有人替你去办。”我听了他这话，顿时觉得周身战栗。我家虽不能夸称书香门第，但总算是清白人家，而且我立定宗旨，一生行医。料不到他竟然要我做一个烟土贩子，这是万万不能答应的。我虽然这样想，但要考虑用什么适当的措辞来推脱他，因为怕说话不得体，得罪了他也下不了台的。我差不多踌躇了10多分钟，还是无言相对。盛文仪见貌变色，已看出我不愿意接受，就说：“从前你讲过，
你有一个堂房姐姐嫁给正恰季的大儿子，现在此人还在世吗？我答：早已过世了。他接着问：那么他的后人呢？我说：只得一个孙子，吃白粉倒闭在街头。盛文仪听了我的话，面无笑容，只是猛抽烟。我看他的面色很不自然，似乎很不高兴。我一想，这句话讲得大错特错，似乎暗示贩毒的人没有好下场。只见他深深地呷了一口茶，两眼对我一白，说：你这种人真是书呆子，一点不识时务，一世也不会有出头的日子。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了6个字：硬到底，苦到死。在这种尴尬局面之下，只能转移话题来平平他的气。我说：好了好了，我们是老朋友，你现在飞黄腾达，我只托你3件事，你能替我办到，总算一场老朋友没有白做。盛文仪才展颜微笑说：不要讲3件事，30件也能替你办到，你先说说看。我说：第一件，日本有一部《金瓶梅》画谱，是7彩木板水印的，我希望你替我买一部。他听到了《金瓶梅》3字，已开口笑了。我又说：第二件，日本神田区有许多旧书铺，请你派人替我买几幅手绘的春画。他听得不耐烦，问第3件是什么。我说：第3件是日本大阪有20-30种春药出售，你能不能替我买一些？这3件事情一讲，我俩间的气氛转变轻松。盛文仪竟然哈哈大笑说：你这人真是胸无大志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我总归想法子替你去办就是了。当时有几个人听着我们的谈话，也跟着笑起来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向他告别了。绘图本《金瓶梅》，中国出版失传已久。刘半农在日本购到一部清代的复刻本，带回北平，影页200部，当时每部派任银元50元，一时称为盛世。但日本大地震之前，另外有一部《金瓶梅》画谱，是100多年前一位日本画家绘的，更暴露更精细，用7彩木板水印，名贵之至。后来这一套木板在大地震时全部焚毁，所以这部画谱我只闻其名，明知是买不到的，只是为了打开当时谈话的僵局，特地提出这个要求。因为他本来喜欢搜购这种东西，我投其所好，才能脱身。